Hello， 大家好，欢迎新老朋友来到小鱼儿 AI 技术学堂。今天呢，小鱼儿要跟大家讲的呢是 Midjourney 这款神奇的 AI 作图工具，它的一个参数，以及呢这些参数呢是怎么用的。那么简单来说呢，Midjourney 呢就是按照我们给的一个提示呢来做图，而这个参数就是这些提示的一部分。所以说，参数呢对于整个做图的效果来说呢，那是一个至关重要的。为了让大家能够更好的理解，那我这里呢把这个提示词分成了3个部分。第一部分呢就是一个指令，第二部分就是一个关键词，最后一个部分呢就是一个参数。相信这个指令呢和关键词呢大家都非常的熟悉了，但这个参数可能会让很多的新手朋友们有点头疼，因为它的种类比较繁多，而功能呢也是比较抽象，所以理解起来可能有一些让人头疼。不过你们既然看到了小鱼儿的这个视频，不过大家不用担心，今天呢我就来帮大家弄懂搞懂这个参数。首先呢我们要弄明白这个参数它是干啥的。参数它的一个作用呢其实就是用来调整图片的一个属性，比如说像这个杠杠 AR 16:9，那么它就可以来控制这个图片的一个尺寸。我们也可以输入杠杠 AR 1:1，那么这些属性这些参数呢就是来约束这个机器人做图的一个范围。那大家其实可以想象一下啊，如果说没有参数，对不对？那我们的机器人做图那岂不是天马行空，想做成什么样的图片那么都可以做出什么样的图片。所以呢我们需要一个参数的标准呢来控制这个机器人。那在这里呢小鱼儿呢把这个参数呢用一个表格的形式呢把它列出来了啊，大家可以看一下。那我们最常用的一个参数呢就是长宽比，也就叫，那它的一个简写就是杠杠 AR。 比如说你想做一个图，那我们这里输入一个空格，输入杠杠 AR， 再输一个空格，比如说我们常用的一个16:9，那就照这样的格式写就 OK。 输入好之后，这个我们就直接送出就可以了。那么在 V5 和 Ligi5， 包括现在的一个 V6 版本呢，我们都可以随意在里面设置一个长宽比啊，比如说常用的1:1、5:4、3:2、7:4等等。那可以看到我们得出来的图片，这个是4:7的一个尺寸，那这个呢是一个16:9的一个尺寸。大家可以根据自己需要的一个尺寸呢来设置它这个长宽比。那这里还有1:1的图片啊，这里有2:3的图片啊，这里还有4:5的图片。那么这些呢现在的一个 V6 版本呢它也是支持的。我们再返回表格看一下长宽比，如果说在我们没有给它任何提示的情况下，那么系统默认的呢是一个1:1的尺寸，那么就是一个正方形，它的默认值呢是没有的啊。这个 V5 呢是任意啊，哪个尺寸都可以啊。Ligi5 也是，包括现在的 V6 版本啊，都是可以任意设置它一个尺寸。那这里呢我们再看一个电图权重，它的简称呢就是杠杠 IW。 那这个值呢是可以从 0.5 到2，默认值是1。这里再返回来给大家看一下什么叫电图。我们还是打开，比如说这张图片，大家可以看到，我们把这张图片双击把它送出。我们想要生成它类似的一个图片，我们就需要电图。很多时候呢我们如果发现了一张比较好比较喜欢的图片，那我们就可以把它保存下来啊，喂给 Midjourney， 让它来生成类似的一个图片出来。那这里呢我们就开始电图，点一个斜杠 Image， 我们把图片的链接给它粘贴进来。那这个呢怎么电图啊，怎么样生成一样的人物，一致性的人物。那上一期呢小鱼儿讲过一期以图绘图，那有需要的朋友呢大家可以去看一下。小鱼儿的这一期视频也讲得非常的详细，这里呢就不过多的给大家解说了。那我们回来把这个图片的链接呢给它粘贴到这个提示词后面，这里空格一下，输入你一个新的提示词。那么我们这里输入一个提示词，把它粘贴到这个图片链接后面啊，这里空格一下，同样我们还是控制一下长宽比，比如说1:1吧。这个时候我们要开始电图，杠杠，我们返回来看一下啊，这里是杠杠 IW， 再空格，比如说我们想调个 0.5 的值，那么这里 0.5 呢我们不是输入一个0.5啊，
不需要输入这个0，我们直接输入一个0.5就 OK。这里输入一个0.5，直接给它送出。那这里我们输入的值不同呢，它得到的结果也不一样。这里结果出来了，给大家看一下啊，这个是输入了0.5的一个值，那么它得出的结果是这样子的。看一下我们的原图啊，差距有点大。同样，我们也是先用了图片链接先电图了。那这里呢，我又把这个值呢改到 IW2， 把这个调到最大的一个2的值，大家可以看到已经接近原图了。看一下，已经接近原图了。这个猫咪非常的可爱，由此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我们的值设置的越大，那么与原图呢更相似。那这里设置的越小呢，它得出来的结论啊，跟原图呢差距还有点大。所以我们在电图的时候，大家如果说想要生成和原图片呢相似度更高的话，那这里大家可以把这个值呢调到最高的一个值2。那么这个参数呢，只有在我们电图的时候呢才用得到。那这里再提醒一下大家，如果说你要设置0.5的一个值的话，那直接写个0.5就 OK 了。那接下来呢，给大家说这个质量参数，它的简写呢是-Q2。那么这个参数呢，它主要是调节作品图的一个细节程度。这里呢，我们拿这个猫咪来作为一个示范，同样点斜杠，这里我们控制一下长宽比，这里输入一个-Q。这个质量参数值有 0.25 啊，有 0.5， 有1，有2。这里我拿 0.25 给大家示范一下，同样它是也只把0去掉，直接输入一个0.25，我们送出看一下。那么这个质量参数呢，-Q， 它跟IW 参数是一样的啊，值越小，想要的效果那就越达不到。那它的一个值呢越小，那图片呢就越抽象。可以看到这是 0.25 的啊，非常的抽象，这里都看不到，只看到一个影子。越小，值越小，图片越抽象越模糊。那么这个值越大呢，图片就越具体，细节也会越多。那这个质量参数我们可以设置的只有 0.25、0.5、1、2。当然啊，这里呢不是值越大越好啊，但是呢也得看你想要一个怎么样的风格。质量参数呢，它做图的效果怎么样呢？大家都可以去尝试一下。记得它一个书写格式是-Q。这里呢，我们再接着讲这个风格化程度参数，那么也可以叫做样式化参数。那它的书写模式啊，在我们绘图的时候呢，直接输入一个-S。它的一个值呢是0到1000。这个参数的话，它主要是调节图片风格的一个强弱程度。比如说这里啊，我设置了这一只狗，它的一个风格化参数呢就是500。那么这个风格化参数怎么理解呢？这里简单给大家举个例子，比如简单说，你想要一只猫，想要一只像这样可爱的猫，那么这只猫的可爱程度呢，就需要这个参数来调节了。比如说我们的风格化参数设置的越高，那么你得到的这个猫呢，它就越可爱。那么你想要它特别的可爱，那么你就可以把这个值设到1000。那这里呢，我们也可以同样用机器人来设置，点斜杠，点这个 settings， 然后发出去。那我们可以直接在这里面来设置这个风格化的程度。比如说这个 Stylize Low， 那它就是风格化参数就是50，这个就是250。如果我们不想去通过提示来设置这个风格化程度的参数的话，那么我们就可以直接到系统里面来设置。我们可以看一下官网的一个做出的一个图片，那可以看到0的时候是这样子的啊，设置到50是这个样子的。那么值越大，那它得到的结果也会跟着不一样。接下来呢，给大家讲风格参数。那么这个参数呢，主要是告诉机器人呢，你想要一个什么样的图片风格，英文呢叫 style。说实话呢，现在这个参数呢用的很少了，因为现在很多直接用关键词呢就已经能很好的描述这个图片的风格了。那么我们可以直接在这个提示词里面输入一个什么风格，比如说动漫风格，比如说皮克斯风格。所以在这里呢，V5模型呢这个参数呢就已经被取消了。比如说在这里大家看到这只猫，那么你要形容它可爱，我想要一只可爱的猫，其实呢这个就是风格参数。那我们只需要在这个关键词里面加上这个超级可爱的猫，非常可爱的猫就可以了啊，不需要再添加什么后缀的一个提示词，不需要在这个后面来添加。
那么这个呢就不给大家过多的解释，很多新手朋友可能会搞混啊，会认为这个风格化和风格参数呢混为一谈。那么这里呢，小鱼儿再次给大家讲一下，那这个风格呢就是一个比喻词，比如说可爱是一种风格，肥胖是一种风格，那特别可爱呢就是这种程度的一个描述啊，就叫风格参数。那现在呢，大家只需要记住啊，我们直接把关键词呢加形容词输入到这个描述里面就可以了。那接下来呢，其实后面这几个呢用的都比较少，小鱼儿在这里简单给大家讲一下啊。首先这一个删除参数 low， 那它的书写格式呢就是杠杠 low， 这个其实是很容易理解的哈。我们想让在这个图片里面删除我们不想要的一个元素，比如说这一个图片，一只狼在这个草地上啊，这草地上有很多的雪。如果说不想要这个地上的雪，那我们就在这个后面添加上，我们就在这个提示语的最后加上 low slow， 最后创造出来的图片就是这样的。大家可以看到里面的雪没有了啊，你不想要的元素，我们就用这个参数来删除它。接下来呢，给大家讲 set 值啊，种子参数。这个 set 值呢，它的一个书写格式呢是杠杠 seed， 它的一个值呢从0到上亿的一个值啊，这个中间呢我们都可以用。那么简单的说呢，这个 set 值呢，它呢就是一张图片的一个编码，就像我们人一样的，身份证一样的啊。这个图片呢，它也是有一个编码的。那么这个 set 值呢，它其实就是一个种子值。那简单的来说呢，其实就是机器人呢根据提示语做图的时候呢，会给每一张图片呢赋予一个身份，所以叫做种子值。每次都会对机器人使用相同的一个提示语。那么为什么机器人呢创造的一个图片呢却不一样？那这个种子值呢，就是为了标记机器人创作的一个图片 ID。那么这个值呢，其实我们平时也很少用到。但是啊，如果说我们理解了它，我们理解了这个set值呢，它会帮助我们啊理解机器人的一个做图的一个逻辑。那在这里呢，小鱼儿再给大家讲一下，我们如何查看这个图片的 set值呢？比如说这张图片，那我们怎么样获取它的一个编码？这里呢，我就教大家一个方法。我们点击这个添加反应，我们点击这个像信封一样的点一下，那这里呢，我们就收到了 Midjourney 这里一个消息，我们点一下，那这张图片的 set 值呢就是1万。那么我们可以记住这个编码。那这个 set 值呢，往往是在我们想要生成一些连续性的角色啊，我们为了保持让这个图片不变的情况下呢，我们会用到这样一个 set 值。那包括 set 值呢，之前小鱼也出过一期教程啊，大家可以去看，我会把这个链接呢放在下面的描述栏啊，大家想了解的可以去点开看一下。那么这个是官网做图啊，调整了这个 set 值啊，得到这个结果。虽然说它的图片啊，大家可以看啊，这个是作业运行3次得到的3次结果，它会有那么一丁点的变化，但是它的变化都不会很大，反差不会很大，因为呢，它的 set 值在控制这个图片。接着给大家讲这个停止参数，它的值呢在10到100之间，这个其实呢是用来调节啊机器人做图的一个完整度的。那它的一个书写规范啊，这里呢大家可以看一下，比如说你把它设置成了80，那这张图呢它可能只画了80%就停了。那么这个停止参数呢，它的默认值是100，那其实100呢，这张图片已经全部完成了啊。每次Midjourney绘图呢，它都会把图片完成好才会停止，所以我们可以设置，你想让它画的一半啊，那你就可以调它的这个值。接下来呢，给大家讲一下这个重复参数啊，它的书写规范呢是杠杠 R， 那默认值呢是4。那么这个重复是什么意思呢？就是 Midjourney 每次绘图，大家可以看到它的默认出图都是4张。很多新手朋友可能以为4张它就是4张，这就是它原本一个张数。但是小鱼儿告诉你不是的哈，不是这样子的。Midjourney 呢，它会根据你的提示后面，你比如说要求要10张，那它会给你画出来10张，它可以画10张出来。不过我们需要注意的是，为什么我们看到都只有4张呢？朋友们看到这里，你们想想是因为什么原因呢？那这里小鱼儿给大家尝试了一下，我输入了个杠杠 R8， 那是因为我们的级别不够，等级不够，所以呢这个我们几乎是用不上的啊。最后讲了这个变化值 chaos 值，它的默认呢是0到100，
那么它的一个缩写是杠杠 C， 这里呢 KR 值的默认呢是0。我们让机器人做1张图，那它会回复我们4张图。这4张图片的一个差异度呢，就是通过这个变化值来调节的。那如果这个值越大，那么这个图片的差异就越大。那这里呢，小鱼儿送出了2个指令啊，一个是 KR 值10，一个是 KR 值90。我们稍微等待一下。那么在等待的过程当中呢，小鱼儿再给大家讲一下啊，我们在平时绘图的时候呢，可能还有很多基础不是很会。这里呢，小鱼儿会把基础入门一些教程呢放在下面描述栏啊，大家可以去描述栏看。包括这个 Midjourney 啊，大家可能还有很多朋友没有一个 Midjourney 的一个账号。那这里呢 ，Midjourney 呢，它是一个付费的一个绘图工具啊，它不是免费的，所以我们新手朋友呢也是没法免费使用的。那同时呢，我们也能看到啊，这个 Midjourney 它的收费非常的贵啊，1个月要200多块钱。所以这里呢，小鱼儿还是建议大家可以合租啊，可以打开小鱼儿任意一个视频啊，就像上一期视频这里点进来，这下面描述栏有一个 Midjourney 便宜合租的，我们直接点进来，那它会带我们来到这个页面。那这里呢都是一些工具啊，大家有需要的可以自己去看。那这里 Midjourney 呢，这里呢我们1个月只需要59块钱拼车啊，点进来。如果说你长期需要做图的啊，可以考虑一个年付啊，年付的话拼车更便宜啊，有一个独立月付的。这个使用起来呢，其实还是效果还是非常不错的。大家可以看到小鱼儿也是合租的啊，这个绘图呢还是非常的不错的。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情况去下单。那么是合租的话，等待肯定也是难免的啊，因为大家都在用同一个机器人在做图。遇到任何问题，大家也不要着急啊，可以去联系你下单的那个客服。我们看一下这里图片还在排队，我们来看一下官网的 KR 值的一个解说。那么呢，这里可以看到 KR 值呢，它会影响初始图片网格的变化程度。那么高的 KR 值呢，将产生更多不寻常和意想不到的结果啊。就简单的解释说啊，如果说你的 KR 值呢越高，那么得出的图片呢，可能结果就意想不到。这个值越低呢，结果就越可靠。那这个并不是高就好啊，那看样子呢，还是可以设置的低一点。这里可以看到，这里有3组图片。那么这个是在没有 KR 值的情况下，那这个是低 KR 值啊，可以看一下。这个是中 KR 值啊，它的变化非常之大，可以看一下啊，都变成这样了，形状都已经变了。再看一下高的 KR 值啊，简直是花样百出啊，什么样的都有，完全改变了初衷了啊！本来最开始只是一个贝壳，可以看一下啊，这个值越高，变化越大啊！看一下非常高的一个值，就直接就变得没有原样了。所以说这个 KR 值呢，大家选择一个中等或者低的就可以了。我这里图片出来了，我的这里这个 KR 值呢，大家可以看到我设置的是10，它的变化没有太大，可以看到啊。他的脸呢还是胖嘟嘟的，没有太大的变化。那我再看一下这一张啊，还没有完成，现在是93%。OK 了，看一下 KR 值90，看一下，我的妈呀，这个变化之大呀！大家可以看一下，直接最后这一张猫都不见了，变成了人了啊！千万不要把这个值设得太高，不然会吓到人的。所以一般情况下呢，其实我们不用动这个 KR 值，我们可以不用去动它，我们就用系统默认的这个0，它就会回复我们几张相似的图片。好了，今天 Midjourney 的这些参数呢，就给大家介绍完了。那其实在实际操作当中呢，我们用到的参数并不多，常用的呢就是一个长宽比，这个电图呢是我们平时要电图的情况下才用得上。还有一个质量参数，还有一个风格参数，那么这个呢是我们比较常用的。那像这后面这些删除啊、种子啊、停止重复啊、变化值啊，这些几乎就是用不到。我们只有在一些特定的情况下呢，才能用到这些值。那最后呢，小鱼儿给大家来一个大的整合啊，我把这些能用上的关键词呢，我都跟它粘贴进去，来画一张图给大家看一下。我们打开这里输入斜杠啊，我们把这里粘贴进来。那我们这里先输入它的一个长宽比杠杠 AR 16:9。那我们再来输入它一个电图，这里记住一定要空格一下杠杠 IW， 我这里输入一个2，那么再空格一下，
输入一个质量参数杠杠 Q 杠杠 Q 1000吧，最高的值。那这里再空格一下，那风格化参数我们也输入一下杠杠 S 杠杠 S， 同样还是1000，再空格一下。那这些用不上的我就不输入了，最后我把这个变化值 Chaos 值给它输入一下，记性有点差，杠杠 A 杠杠 C 杠杠 C 小一点10，在最后来一个我们的一个版本空格杠杠 V6 版本。那趁着Midjourney机器人做图的这个时间呢，小鱼儿再带大家来熟悉一下这些，再回顾一下这些参数。因为讲到这里呢，几乎就已经要接近尾声了。我们来看一下，我们来到官方版本啊，我们看一下参数。那么这些参数列表可以看一下，有纵横比、混沌啊、Chaos 值，这里有个 low 参数啊、质量参数、重复参数、种子参数，有个停的参数、风格参数、风格化参数。那这个呢，就是我们绘图时用到的所有的一个参数。再回到我们最开始的这张图片看一下，我们的一个提示词呢是由3个部分组成：第一指令，第二关键词，第三呢就是参数。那么参数作用就是通常调整图片的一些属性啊，作为一个后缀添加。那么这些呢都是给机器人做图参考的提示语。好了，今天呢这个Midjourney的参数分享呢到这里就差不多了。看完了这期视频，那么非常恭喜在观看小鱼儿这个视频的新老朋友们。视频看到这里呢，你是不是学会了所有的一个参数使用？是不是突然顿悟了？突然一下清醒了，原来参数设置这么简单。最后呢，小鱼儿也提醒一下大家哈，因为这个参数呢，它是一个比较抽象的概念啊，可能看一遍呢，我们很多朋友呢，你消化不了，还是理解不了。那小鱼儿呢，也是通过好几天的一个学习才弄明白了这些。所以呢，我建议大家呢，这个视频你可以把它订阅、点赞、收藏起来，反复观看几遍。其实一次啊，如果说看不明白，很正常。那么你多看几遍之后呢，你就会发现真的很简单。那学会了这些参数的一个使用呢，以后对你的做图呢会有一个很大的帮助。如果大家还没有一个Midjourney的一个账号呢，大家可以去小鱼儿的视频下方去点击这样一个便宜合作的按钮去选择一个适合你的一个套餐。我们看一下图片出来了，这是我把该用到的一个参数都全部用进来了。我们看一下最后的一个结果，非常的可爱的一只大肥猫。那么你在看到的过程当中，你对哪一张图片非常感兴趣，想要提示词的情况下大家也可以给我留言如果还有其他的一些疑问呢，也可以给小鱼儿留言。如果你也对做视频绘图感兴趣一定要记得订阅点赞，下次方便你在做图的时候能够轻松的找到我的这个视频。那我们下期视频再见。